别敲了！你有5分钟的时间洗脸换衣服，我在楼下等你，过时不候。去哪儿啊？案发现场。啊？哎，来银行干什么呀？你不是想知道钻石案的细节吗？10年前的某一天，会去银行打烊之前，就从这个门进来2个人，一个就是利扎洋行的买办金查理，而另外一个就是洋行的经理赵大同。你好，我们想开一个保险柜。金查理手上提着一个美国进口的安全密码箱，而这个密码箱内装的就是价值连城的钻石。现在我是金查理，你是赵大同，我们重新演一遍当时的经过，看看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了。你好，先生您好，请问您需要什么？我想租一个保险柜。请问您需要几天？1天。1天？不可以吗？可以。您先登记一下。好。给。好，谢谢。这是剩下的所有保险柜，请您选个号码。怎么了？你是我最信任的手下，但我不知道，其实你是一个内鬼，而且和他已经串通好了。先生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好吧。如果你想让我选一个特定的号码，你会怎么做？101，因为纵火案是你经手的第101个案子。很好，你成功利用了我的特点，诱导了我。而金查理的特点就是非常的迷信，我想赵大同一定也可以诱导他。选168，168一路发。但如果金查理没有选预定好的号码呢？计划终止啊，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损失。先生，您选好了吗？101。好的，请跟我来，请。2位这边请，请。请。这个就是101号保险柜，这是保险柜的钥匙和密码。您把东西放进去以后，可以重新设置密码。如果您不知道怎么设置，我可以教您。不用，这个型号的保险柜我已经研究了10年。德国克鲁伯公司特制的保险柜，装有全世界最先进的防盗装置。据我所知，迄今为止没有人用任何方式撬开过它。我们的保险柜是最安全的，先生您大可放心。您只有10分钟的时间，我在外面等您。好，谢谢。好。王继富带着金查理还有赵大同进入到这个保险库后，交给他一个完全密封的信封，而这个信封里装的就是168号保险柜唯一的一把钥匙和一串密码。如果168这个号码是事先准备好的，那么王继富完全可以事先偷偷打开信封，再偷配一把钥匙啊。
就算他知道原始密码也没有用，因为金查理在装入自己的手提箱之后，用门背后的这个按钮又重新设置了一个新密码。那王基富和赵大同有可能看到金查理新设的那个密码吗？按照规定，客户在设置新密码的时候，银行经理必须要回避。我查看过金查理的口供，他当时也确认王基富并不在场。至于赵大同，你去哪？金查理的口供上说，赵大同离他几步之外，侧对着他。看到我设置的新密码了吗？完全看不到。所以，就算知道原始密码并没有用，没有人知道金查理他自己到底又重新设置的是什么密码。最后一步，他按下了这个手提箱上的报警开关。这个手提箱是从美国进口的，装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报警系统。开关一旦开启，这个箱子中的水银装置就会启动，哪怕是有很微小的震动，都会触发这个水银机关，从而发出很尖锐的报警声。最后，他关上了这个保险柜，拿出钥匙，离开了银行。第二天早上，王基富照常来银行上班。按照规定，他第一件要办的事儿就是来到金库里例行检查。当他把这个大门打开的时候，他却发现银行立马封锁了所有的出入口，银行内一片哗然。银行里所有的保安都整齐列队地守在门口，关上了所有的门，而巡捕也在第一时间抵达。这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过银行，而王基富也没有踏出保险库一步。巡捕人员对现场的所有人都进行了搜身，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一颗钻石。这儿的通风管道设计得非常细小，哪怕是一只老鼠也钻不过去。整个银行内，从办公室到厕所，他们所有的地方都搜遍了，可是没有任何的发现。这一箱钻石就这样在银行不翼而飞，而这起案子也成了一个未解之谜。那你说会不会是金查理一不小心说漏了嘴，把密码泄露出来了？不会，金查理为人低调谨慎，他从银行离开之后就直接回家，直到案发前，他都没有见过任何人。可是照你这么说，这个案子就没有一点漏洞了。你又忘了，侦探的第一要领就是不要轻易的下结论。我刚刚是漏掉了什么环节吗？你来看，德国克鲁伯保险柜，全世界最安全的保险柜。锁上它之后，根本不可能从正面破解它，而打开之后，看，这4个螺丝很容易就能被拆卸掉，而打开这个钢板之后，里面的锁芯很容易被拆卸。你说的这不是废话吗？保险柜都打开了，当然不保险了。那我问你，银行的安全流程中有哪一个步骤是一定要把保险柜打开才能完成的？保险柜的密码重置？没错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而这个时候，就轮到我们的工程师上场了。保密机械厂工程师方礼斌，他精通这个市面上各类保险柜的结构，以他的技术，想要拆换掉168号保险柜的锁芯，太容易了。这个时候，银行的保安郑远可以帮到他。所以说，前一天晚上，银行下班的时候，他躲在王基富的办公室里，
等约定的时间一到，他从办公室出来，再用王继富给他提供的钥匙和密码，进入到了保险库。而当时正好是银行的保安正远值班，银行的保安每半个小时换一轮，如果他们提前商量好的话，方礼斌就有足足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去把168号保险柜的锁芯换成自己特制的假锁芯。他换完锁芯之后，再躲回王继富的办公室。第二天银行上班，他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地混在人群中，离开银行。所以说，无论金查理重置的密码是什么，那个假锁芯都可以用原始密码打开。没错，金查理从来都没有用过这么高级的保险柜，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原装锁芯，什么不是原装锁芯，所以就这样中了他们的圈套。我知道了。所以说，只要到晚上，王继富进入到保险库，用原始密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开保险柜，取走钻石了。错，还有最后一道防线。这个手提箱上的报警器，报警开关一旦开启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输入密码去阻止它。可这个报警装置的图纸只有美国的生产厂家有，这也属于高端机密，方礼斌是不可能弄到手的。所以说，除了金查理之外，任何人都没可能取走这些钻石了。就算是金查理本人，也得先触发了警报器，然后再输入密码才能关闭它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个密室盗窃案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成立了。我每次推到这儿都推不下去了，脑子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。对不起二位，时间到了。啊，盛浩，时间到了。时间，你说的对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！谢，这起案子最关键的就是时间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不好意思啊，罗非。什么？杜金宝不是凶手？那凶手是谁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但我可以确定的是，27天之后，我一定能把他送在你面前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尽量延长杜金宝的羁押时间，等27天之后再移交给司法。你说的容易，这个案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，各个方面都要求马上公审，给公众一个说法。兰心大戏院已经排演枪毙杜金宝的话剧了。你会为了迎合社会的舆论，就把一个无辜者送上刑场吗？我也不会迎合你无端的猜测，而破坏了巡捕房的制度。我这不是无端的猜测，是推理。我推理什么时候错过？你有啊，上次寄来一个匿名包裹，你说是炸弹，结果是生日蛋糕，害我把太太的惊喜交给拆弹专家给引爆了。我是说在生死攸关的大事上。好吧，我尽量拖延。不过你要告诉我，你都掌握了什么线索？为什么非要等27天？时间，一切的关键就在时间。先生您好。啊，请跟我来。
嗨，又见面了。这么巧，你们也来银行存东西啊？哦不，我们来这儿呢，是专门来找你的。哦，行，那你们先回诊室等我吧，忙完了回去找你们。可是我正好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，必须要马上和你谈一谈。在这儿不太好吧？而且这有规定，保险库一次只能接待一个客户。没关系，我和这儿的银行经理非常的熟，打过招呼了。你们还真是神通广大。行，什么事儿说吧。你有没有听过10年前汇齐银行的钻石失窃案？没有，10年前我在奥地利。哦，那既然这样，我讲给你听。10年前就在这间密室，丢失了一箱价值连城的钻石。我推理出4个窃贼是如何利用自己职业的便利，合伙打开了保险柜。可是最后一步怎么也想不通，他们是如何破解这个手提箱上的报警器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这个，我终于明白，报警器设计的再完美，也抵御不住一个天敌——时间。我听不懂你们说的什么。如果没事的话，你们先回去吧。霍医生，你别着急，等我讲完，你一定可以听得明白。报警器既然要响，那就肯定要通电；既然通电，就肯定要电池；既然有电池，那就肯定有电池的寿命。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美国的生产公司，从他们那儿了解到，报警器的开关一旦开启，电池最多维持的时间就是10年。我想，10年前这4个窃贼中，肯定有一个人也打过相同一个电话吧。Hello, I would like to know the battery life of the Johnny safe. 10 years, right? 这4个人的计划，再加上10年的时间，就可以完美的实施了。其实这个手提箱从未离开过保险库，一直都在保险柜里吧？等等，我不是太明白，当初168号保险柜不是已经打开了吗？里面不是空的吗？是啊，但金叉里存入钻石的，并不是168号保险柜，而是它旁边的另外一个。保险库的第2大漏洞，保险柜上的号码不是直接刻上去的，而是用螺丝固定的名牌，这个很容易拆下来更换的。我测试过，一个训练有素、手法熟练的人，在10分钟之内是完全可以完成的。当年，金叉里在进入到保险库之前，上一个进入到保险库的客户，我想应该是我们的熟人吧。而他进入到保险库看到的168号保险柜，应该是旁边的167号，是那4个同伙提前就租好的。而方礼斌事先准备好的假锁芯，也是按照168号的钥匙和原始密码制作的。可是如果这样的话，一整排保险柜的号码都是错的，难道之后的人没有发现吗？不会。赵大同身为洋行的经理，帮金叉里安排日常的事务。他故意把存钻石的时间安排在银行下班之前，这样，金叉里存完了钻石之后离开银行，而王基富就立马停止了当日的保险柜业务，而赵大同、王基富、方礼斌这3个人却躲在王基富的办公室里。当晚上保安正远值班的时候，这4个人又同时进入到了保险库内，恢复了原来的号码牌，而且换回了原装的锁芯。
为了一笔10年之后才能取出来的财富，这4个人用了一种特殊的办法来保持彼此之间的信任。这个保险柜的密码是由3组数字组成。赵大同、方礼斌、郑远，他们3个人每人设置了一组，只有自己知道。而王基富却拿着保险柜的钥匙。随后，他们所有人都回到藏身之处，等到天亮，再随着人群各自散去。事隔1天，也就是周一的早上，王基富一大早就打开了保险库的大门，再用提前准备好的钥匙和密码打开了168号的保险柜，然后他按下了警铃。难怪警察到场之后什么都没有查出来，连金查理在内的所有人都以为那箱钻石不翼而飞了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那箱价值连城的钻石就藏在隔壁相邻的167号保险柜内。而之后，他们4个作案同伙分道扬镳，不但换了各自的工作，更搬了家，更换了地址，确保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，直到10年后的某一天，再在指定的地点相约，凑齐密码和钥匙，打开保险柜，取出电量早已耗尽的密码箱。为了证实我这个假设，我找到了现任的银行经理。他虽然不能泄露客户的信息，但是我说服他查看了167号和169号2个保险柜的合约，结果发现167号的租约恰好是10年，承租人匿名，而且还附上了一条很奇怪的附约，说10年之内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打开这个柜子。10年之后，租约的最后一天，也就是今天，凭借167柜的钥匙就能进入到这个保险库，取走柜中的物品。霍医生，很奇怪啊，这个167柜的钥匙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我能看看里边是什么？167柜是我租的，里面都是我的私人物品，你没有权利查看。你刚才不是说10年前你在奥地利吗？怎么会租下这儿的保险柜啊？我托人代租。霍医生啊，我是真的佩服你，到现在都能这么的镇定。1个月前，我和小麦去你的诊所找你，翻看了你的病案，但我却发现丢失了一个编号。一开始我没当回事儿，可后来我就在想，是不是霍医生故意不想让我看到某位患者的名字啊？就比如赵大同，他在你那儿接受催眠治疗，但他不知道催眠治疗会让人透露自己内心的秘密。就这样，你知道了10年前钻石失窃案的真相，然后你又从他嘴中问出了这一组密码，然后你就杀人灭口。现实当中的催眠术并没有这么离奇。催眠术确实没这么离奇，但是它有 TSD， 从一种毒蘑菇中提取的药物，少量的服用会让人有镇静的作用，而一旦服用的量过多，就会让人产生幻觉，甚至是失去心理防线。1个月前的某天晚上，你就携带这样的药瓶，偷偷潜入到赵大同的家里，强迫他服下过量的药物。你从他的嘴中得知了密码之后，你把现场伪装成火灾的样子，一方面是为了掩盖罪证，而另一方面是为了制造更多的伤亡者，来引开警方的注意。为了这一箱钻石，你竟然不惜杀死了10个人。我是杜金宝放的，而且他已经承认了。你们枪毙我吧！不，杜金宝只是你的替罪羔羊。他因为梦游症找你去求医，正好被你给利用。罗大侦探，你想象力太丰富了。
你可以去随便询问任何一个心理专家，他都会告诉你，催眠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心理引导，而不能做复杂的事情，更不能做出违背自己本能的事情，比如说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。我并没有说，是你用催眠术控制他纵火，你只需要加深他的症状，确保他每周日晚上都在外面梦游。这些火都是你放的。你放完火之后，马上潜入了杜金宝的家里，把纵火的证据布置在他家。当杜金宝回到家醒来看到这些证据之后，自然会误以为是自己纵的这把火呀。你杀了赵大同之后，根据他临死前提供的名字，你找到他另外3个同伙，你用相同的方法杀死了方礼斌、郑远。本来你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除掉王基富，拿到他手中的钥匙，然后再打一个匿名的举报电话，举报纵火犯杜金宝，就能完成你那完美的计划。但是百密一疏啊，你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你只知道这4名同伙平时不怎么联络，不会因为对方的死讯而引起怀疑，但你却忽略了王基富的工作。他是在报社里做编辑，一直以来都是安安分分的上班，我们都不惹事的。虽然报纸上不会刊登死者的名单，但是王基富，他能接触到最原始的新闻素材。当他看到第一起火灾的死者中有赵大同的时候，他一定很沮丧，因为保险柜再也打不开了，钻石也就取不出来了。当他看到第2起火灾的死亡名单中有方礼斌的时候，这种沮丧一定会转变为惊慌，因为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郑源想私吞钻石而干，而下一个目标就是他，所以他在自己的家中布满了陷阱，想要活捉郑源，因为只有郑源是知道完整密码的。可当他看到第3起火灾的死者名单中有郑远的时候，这种惊慌就会转变为恐惧。既然自己的同伙不是凶手，那迷信的王基富一定会认为是金叉里的鬼魂回来找他们报仇了，所以她在家里画满了符咒。而不明缘由的王太太看到自己丈夫失常的表现，她担心他走火入魔啊，所以就来巡捕房报案。而正是这样，引起了我和小曼的注意。我们2个介入调查，结果却打破了你完美的计划。那天晚上，你本来是要杀王基富的，但是被我们2个给撞破了，所以你在逃跑的时候丢下了这个。也正是因为这个，成功的把我们引到了你的诊所。你并没有因此而慌乱阵脚，也没有放弃你原来的计划，你只是用了一个不在场的证明来蒙混过关，而且提供了几条线索来干扰我们的注意力，拖延时间。最后，你用一个假的目标来调虎离山，好继续完成你自己的计划，拿到钥匙，杀了王基富，纵火毁尸灭迹，再嫁祸给杜金宝。那天小曼在火场里看到王基富在狂笑，其实就是因为服用了过量的 TSD 后的反应。你别忘了，我有不在场的证据。确实，为了万无一失，你在每次作案的时候都会安排一个不在场的证据，那就是你的失眠症病人，工董局董事马天利。他每周日都会接受你的治疗，在晚上10点准时结束。所以10点起火的时候，你就在诊所。这个不在场证据看似牢不可破，但其实是你伪造的。治疗结束了。
后来我去马家查看过，马天利因为有失眠症，所以要绝对的安静。他家的钟从来都没有上过发条。你想见我，有什么事儿？你不是想听凶手的忏悔吗？其实我现在挺后悔的，要不是因为当初我起了一时贪念，我和你还有小曼现在还是朋友，还可以一起并肩作战。但是你不知道当时那些钻石诱惑力太大，使我被冲昏了头脑。我调查过，你之前邀请小曼跟你一起参加的那个宴会，根本就不存在。其实那天你们两个找上门来，我心里就挺慌的，因为我知道以你们的能力，迟早会查出这里面的事儿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出此下策，目的是为了干扰你们，骗了小曼。替我跟她说声对不起。所以你邀请她参加宴会，就是为了干扰我们办案？准确说是干扰你。老飞，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完全是因为起了贪念造成的。我在这儿会好好自省。他想掩盖什么呢？亲爱的姨妈，这次的案子也顺利告破了，但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背后的真凶居然是一个我一直敬重的同僚。我想，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由自己选择。有人在小小的贪欲面前迷失了方向，有人即使面对无边的黑暗，也能够向着正确的方向勇往直前。因为对于后者来说，正义是他心中不灭的火种，而信仰是他灵魂无穷的力量。
你都陪我待了1个晚上了。霍恩斯认为我对秦小曼有特别的感情。他虽然违法犯罪是不对的，但是作为心理医生还是很专业的，是不是被他说中了？莫非，干啥？按刚学会的催眠试一下，不想死。试一下嘛。不是。哎，你别歇了，走了。我不想死，你干啥？试一下嘛。坐下。你想干啥？催眠啊。我不想被你催眠。求求。还是不想。咦，你个大男人，你怕啥嘞？我怕啥？我啥也不怕，我怕啥？啥也不怕，你捂着胸干啥嘞？我就是感觉冷得很。你虚呀？我不虚。不虚就让俺催眠一下呗。你现在呢，舒展一下你的身体。我舒展得很。做个深呼吸，深呼吸，跟着俺一起。现在你以最舒服的姿势坐好，舒服得很。放松你的双手和你的双脚，很放松。好，那你现在呢？看着俺手中的这块怀表，跟着俺的节奏，5、4、3、2、1。放松你的头部，有一股暖流扩散你整个身体。你的身体跟椅子接触的感觉，周围空气流动的声音，你只能听到俺的声音。莫非你觉得秦小曼长得好看吗？丑得很，跟个男人婆一样，一天哔，能把人烦死。那你觉得他的业务水平咋样？咦，差得很。这人一天在我收集证据呢，这货一天不知道在我干啥，反正还成一累赘了。我觉得他根本就不适合当警探，他来警察局干啥嘛？莫非，你刚刚说的就是真的吗？我喘不上气，喘不上气，你还想喘气儿？你刚刚说的都是实话吗？我刚刚说什么了？你说我人长得丑，像男人婆，业务能力差，整天给你添麻烦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哦，那一定是假话了。哎，有你这样的男主角吗？你看看隔壁家的剧男主角多暖啊！那你去隔壁家找那个男主角啊？有你这么 diss 女主角的吗？你这样会拉低整个剧的品质，到时候弹幕会怎么评价我们这个剧啊？可你的人设就是这样的呀！好，我们这部剧呢是很严肃认真的一部侦探推理剧，我们要给观众留一个好印象。OK。